人早。学长，你醒啦？你的衣服啊，你昨晚把我衣服吐脏了，所以我拿你的来穿，你不介意吧？哦，不介意。昨天晚上，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折腾人了。学长，能把我衣服给我吗？哦，这个衣服带子好像坏了，还能穿吗？没事儿，但我要穿走你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米雪，昨天晚上的事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啊，学长，我不介意的。你是成年人，工作压力这么大，偶尔放纵一下，我可以理解的。小思，你说我怎么能做这么混账的事情呢？主人，什么叫做混账事情？就是喝醉了酒，迷迷糊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主人，你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。你懂什么呀？点香蜡烛。好，许愿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送给你。谢谢。这是？这条项链虽然不是特别贵重，但对于我们家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是我外婆给我妈妈的，我妈妈又把它给了我，嘱咐我一定要给我未来的妻子。谢谢你，
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。嗯嗯。吃蛋糕吧。乔乔，今天新闻你看到了吗？佳楠怎么订婚了呢？昨天不是刚给你举行了欢迎宴会的吗？怎么就跟别人订婚了呢？姑妈，我在上班，晚上回去再说啊。哎，这孩子，哎呀！大小姐，这是给你的。啊，给夏小姐，导演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谢谢导演。我们待会儿去那边，我们拍下一场，就是这个，好吧？啊，我们去那边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待会儿我们这样啊，咱们几个人呢？慢点，来。夏小姐来了，夏小姐看这儿，夏小姐，送给你。谢谢。夏小姐，您对唐佳楠先生昨晚高调宣布订婚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是祝福他们的。可是网上一直传您跟他的绯闻，你有什么说法吗？啊，我跟唐先生呢只是朋友，合作关系。你对他的未婚妻有什么了解吗？我们对他的身份很关注啊。之前在组里试见过一次，他是一名服装助理，好像同时还在一家餐厅里打工，看起来是很勤劳的。不过如果你再问什么具体情况，那我可能就不太清楚了。夏小姐，再多说几句吧。好了好了，菜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。夏小姐，报道出的也是够快的，我倒要看看他的下场。你看，这个花边新闻写的太精彩了。现在这新闻速率也太高了吧！看看，长得确实还不错。你的新目标啊？没有。这只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普通女孩而已。哦，普通女孩。对啊，普通女孩发一个微信问问不就结了？至于你起个大早跑来公司专门问我呀？哥，主要是她昨天晚上搭乘你派的直升机回来的，所以我才问你认不认识她嘛。可那个时候，佳楠似乎并不了解她，怎么突然就成未婚妻了？乔乔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还能是什么？佳楠订婚的事情呗。你不用太担心，我看他呀，就是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？没错，不仅冲动，还很幼稚。怎么讲？
他之前有跟你提起过那个女人吗？确实有过一次，但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确实很少跟迦南有提到感情方面的问题，所以我不是一个好哥哥。怎么会？我就没见过比你更疼弟弟的哥哥了。喂。董事长，叫庞江南立刻来见我。好。董事长回来了。什么？老头子回来了？是的。不是，他怎么突然回来了呢？这还用问吗？明显是看到你订婚的消息，专程赶回来的。啊，不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他。他是你父亲，你说不见就不见啊？完了，这次死定了。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紧张成这样。你现在赶紧想办法把那条绯闻给我删掉。消息早就传开了，董事长也看到了，现在删还有意义吗？哎呀，阿珏，我该怎么跟他说呀？坦白从宽吧。你就老老实实跟他说你后悔了，他最多也就是骂你一顿。谁说我后悔了？我昨天才跟他订的婚，全世界都知道，我第2天就反悔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以你的人设，如果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大家应该也不会意外吧？你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族的影响。既然这件事情影响这么大，那你确实是应该做一些应对措施。假如我是你父亲，我是说假如，我会问你，你订婚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。那么你了解风平吗？她是哪家的姑娘？父母是做什么的？从事什么行业？你都清楚吗？还有，风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有着怎样的过去？谈过几个男朋友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需要马上和风平见个面。喂，你好。你好啊，未婚妻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不请我进去喝杯水吗？一觉睡醒，回过神来，开始后悔了吧？你太神了吧，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……别，我可不想做你说的那个东西。说说你的解决方案吧。干嘛呀，这么见外，还解决方案？不过我今天来，确实是有个疑问想问你。我那天威胁你，用你的戒指向你求婚，确实是迫不得已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为什么会答应呢？北辰集团的唐二少，亿万少女的梦中情人，我想不出拒绝的理由哎。哼，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不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你有对我说过一句 yes 吗？没有吧？你上回找我借钱的时候，我可没说 no 哦。那是2件事情，性质不一样嘛。这次可是婚姻大事。现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后悔了吧？是不是很头疼啊？我是担心会对你有影响，这件事情一定会打扰到你的生活的。
那你可以开个发布会啊，告诉大家昨天晚上的事情是一个误会。那我们不是要沦为别人的笑柄了吗？我是无所谓啊，脸皮厚绯闻多的，主要是你现在的这些网络喷子、键盘侠嘴巴那么毒，我是怕你会受到伤害。别人的议论影响不到我的生活。我是真的挺好奇的，你的这股自信是从哪儿来的？反正都是你闯的祸。好，那我就直奔主题。如果那天向你求婚的人不是我，是其他男人的话，你也会答应吗？这个我倒还没有想过，毕竟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做不出这样的事儿吧。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是在拐着弯骂我不正常吗？快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想应该不会。你今天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确认你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不过你的态度我是听明白了。关于我们订婚的这件事情，我们彼此都有默契，我们都是同道中人。你要是这么想也可以，但至于是不是同道中人，这个结论还有点为时尚早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走着瞧呗。哎呀，不过我今天来啊，主要是因为我家人这一块儿，因为我家人已经知道了我订婚的这件事情，难免会对你刨根问底，所以我想问一些关于你的家庭情况。完全没有这个必要，你只需要告诉他们，我们的订婚是一场误会，我们完全没有结婚的可能。等过了这阵子，你就可以对外宣布，我们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。我是不会向你索要1分钱的，除了在你的绯闻史里添上一笔，唐家不会损失任何东西。听起来我是捡了个大便宜。当然了，你要是愿意给我一笔不菲的分手费，我也是不会拒绝的。哎，关于钱的事情，你似乎总是能说得非常坦诚。这种人呢，一般有2种，一种是非常有钱，一种是非常缺钱。你属于哪一种？你觉得呢？你住的是时光酒店最顶级的套房，来往有方家父子，就连叶尔阳也当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可是你从事的职业却让人费解，约会收费时薪$800，也不介意收分手费。无论你是哪一种，你都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。你还少说了一个。什么？如今我还是北辰集团唐二少的未婚妻。对，你还是我唐家男的未婚妻。那未婚妻，以后的日子多多指教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问出什么了吗？什么也没问到。他看似处处为我着想，其实对他的身世绝口不提。啊？那你怎么跟董事长交代啊？见招拆招吧，走吧，开车。怎么还不来？我再打个电话。爸，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？爸，您怎么这么俗气呢？英雄都不问出处，您怎么一上来就问什么来路呢？我看你对这个女人的了解，大概都还没有那些爆料的狗仔来得多。怎么能随便相信狗仔说的话呢？对不对？你以前再怎么胡闹，多少还知道分寸。我也不想多管，可是这次你居然和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订婚，这就严重的超出我的容忍范围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总不能马上宣布取消订婚吧？
是啊，爸，要不然就太儿戏了吧？当然不能马上取消，你还嫌那些狗仔没什么内容可写吗？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消停几个月，等这段时间过了，再找个得体的借口，宣布取消婚约。你当我开玩笑吗？没有吧？您的这个想法跟某些人不谋而合。某些人？对，有人也这么跟我说来着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回公司，开始好好上班。不是说5年吗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都出去吧。走吧。你跟爸说说吧，江南。江南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次你真的触碰到了爸爸的底线。姑姑当年就是因为草率订婚，险些惹出丑闻，才被送到国外定居。奶奶和爸爸都对她绝口不提。你明知道这件事情，啊，在订婚的问题上还这么轻率，也难怪爸爸会生气啊。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会骂我的，无所谓了。现在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什么5年之约，是和父亲有什么约定吗？哥，别提这个了好不好？我现在真的很头疼，改天再说吧。我先回去了。又跟你大哥来这套，拜拜。赶紧回家待着，别乱跑啊！这2天记者肯定盯着你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什么5年之约，是和父亲有什么约定吗？走吧。不早了，你毕业之后也已经晃荡了好一阵子了。哎呀，爸，公司已经有大哥独当一面了，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回公司呢？你是我儿子，既然继承了唐家的姓氏，享受了唐家的财富，你就有这个义务承担应尽的责任。哎呀，哥是长子，公司有他帮着发扬光大就好了，您何必逼着我做不喜欢的事？大哥有他应该做的，你也要有你应该做的。哥为了公司这么努力，那是因为他感兴趣。那同样，我也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啊，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创业啊，对不对吧？创业？你已经有方向了吗？外面的机会那么多，我找一找，肯定会有的。你想找到什么时候？那您总得给我点时间吧，爸。我2年，我就给你2年时间。2年够干什么的呀？最起码5年。行，我就给你5年时间，看你能搞出什么花样。到时候你搞不出什么成绩的话，就给我回公司上班。那一言为定。滚！我看到新闻了，你的神志还清楚吗？你没有受到胁迫吧？当然没有。唐佳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一个还算有趣的人吧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但这并不代表你的行为不需要接受惩罚。我愿意接受惩罚。赶紧搞定那个收购案，回伦敦来。
你睡了吗？我有没有打扰到你？还没呢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刚刚发现有一只耳环不见了，应该是落在你家洗手间里了。哦。明天再找也没关系，学长。主要是因为这只耳环呢，是我奶奶送的生日礼物。找到了。谢谢。那等你不忙的时候，我去拿吧。还是我给你送过去吧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明天就有时间。好，那我明天给你送过去。好，我等你。这么多东西，你都买给谁的呀？这些都是给佳楠的。什么东西是给我的呀？早啊，陆阿姨。早，佳楠，我去准备早餐。哎，这些都是给女孩用的，你送给我干嘛？送错了吧？这些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未婚妻的。给风平的？对啊，她现在对外怎么着都是你未婚妻，多少得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。她形象怎么了？你没看到网上的爆料吗？什么？昨天夏瑶接受采访，说了很多对她形象有损的消息，现在网上把她骂得可难听了，说她是攀上枝头的灰姑娘。谢谢你啊，陆强，考虑的这么周全。你何必跟我这么见外呢，佳楠？这些就当是我送给他的见面礼吧。前2次见面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是这么亲密的，很失礼呀。我觉得风平他应该不会在乎这些的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送的这些礼物不够好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那行，那就先这么放着呗。谢谢啊。哎，佳楠。啊？我知道，你答应了董事长，过几天就办取消订婚的发布会。但至少，现在她还是你的未婚妻，不能太掉价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傻呗。你看不出来那是我对我爸的权宜之计啊。风平这2天就要搬到我家里来住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真有点离不开他。他要搬进来？是啊。你们要同居？我们已经订婚了，同居很正常吧？挺好的，那恭喜你。谢谢。那个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公司了。哎，我让阿九送你啊。不用。阿九，我自己叫车吧。哎，乔乔，还没吃早饭呢。没事，陆阿姨，陆桥他公司有点事儿，你先把饭放那儿吧。哦，好。乔乔，你把我叫来干什么呀？等会儿开饭了。佳楠，快毕业了，这是我给你的。什么呀？你拿着，我不能收。哎，我也不要了。哎，乔乔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等会儿开饭了。阿九，帮我想个办法，怎么才能让风平搬到家里来住？你要把风小姐接回家来住？不行吗？
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我只是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突然这样做。哎呀，陆桥今天早上来了。陆小姐？是啊，她已经知道了我答应我爸几个月以后取消婚约的事情。所以她又一次向你表明了态度，你是想通过风小姐让她知难而退。没错。既然你这么不喜欢陆小姐，为什么不当面跟她说清楚？这样迂回曲折，好像不是你的风格。你不知道，陆桥和我哥的关系不一样，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感情不一样的。是和你感情不一样，还是和你大哥感情不一样，还是你跟你大哥感情不一样？哇，这信息量太大了，我要好好分析一下。你为了拒绝陆小姐而向风小姐求婚，这已经是在利用风小姐。而陆小姐知道婚约要取消，所以进一步向你献殷勤。你向风小姐提出同居，想让陆小姐知难而退，这是进一步利用风平小姐啊！你的语言系统真的很混乱。哎，我和风平天造地设，俊男美女天生一对，让你说的这么难听。哎，我看你真的应该好好的找一个语文老师，把这个语言学习一下，怎么说话。话糙理不糙。现在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：喜欢你的女生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位风平小姐？哼，哎，那我要是找一个喜欢我的姑娘的话，那我还怎么脱身啊？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风平小姐不喜欢你？不是，你思考问题的方式真的很有问题啊！我是在问你如何让风平搬到我家里来住，而不是让你自以为是的分析，明白吗？你都不了解风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轻易让她住进来。她有怎样的过去，谈过多少男朋友，你连这些都不知道就把她请过来住，未免太唐突了吧？网上可都是她的负面新闻。阿九啊，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呢？怎么对她这么大的敌意呢？嗯，我为什么会有敌意啊？如果你想邀请她的话，去邀请就是了。哼，跟你说话真费劲。走了。这里的领子，老板说不要斜着开，要工整一点，咱们改一下啊。哦，好的。哎，风平，你怎么来上班了？怎么？我是被开除了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听说你订婚了吗？恭喜啊！谢谢啊。那我去找一下尔阳。啊，好，那我去忙。嗯。会有鸟降临人间啊，他怎么来了呀？来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我看你是不是奉子成婚呢？瞎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。唐家南前几天才问我要你的手机号码，怎么忽然就订婚了？我真的很好奇，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人物关系居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折。什么都没发生，唐家南求婚了，而我答应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为什么要向你求婚呢？这个你应该去问他吧。那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呢？他可是唐家南哎，要是你，你会拒绝吗？唐家南要是向我求婚的话，好像确实有点难拒绝。哼，青天白日的做什么春梦呢？我在我的地盘上做梦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没事别老往我这跑。我来这儿当然是有事情的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是来找我未婚妻的。对了，我今天要出去盯打板，不妨碍你们，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们俩在我的地盘上做出……哎呀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苟且之事。去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人家其实是想再更进一步了。更进一步？是啊。你不是打算要结婚吧？
这个不可能。订婚 OK， 结婚不 OK。我说风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思路啊？家里人都搞定了。哎呀，被你看穿了。我这次来呢，其实就是想问问你，打算什么时候搬到我那儿去住？搬去你那里？是啊，我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可是我们已经订婚了，你继续住在酒店的话，会惹人议论的呀。可是我们上回不是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？什么时候啊？讲什么了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这场订婚只是我配合你演的一出戏，你现在的要求似乎有点过分了。哎呀，做戏做全套嘛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呗。就这一次。哎，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们两个的事情，那你现在继续住酒店的话，会惹人议论的。而且酒店里人多嘴杂的，难免不会被狗仔渗入。像你这样性格的人，真的不适合再住酒店了，还是住我家里比较安全。怎么样？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要经过我的测试。没问题。It made it this low.